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马六甲的一些体验。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马六甲的主要的街区，就是在沿河通向大海的那边。然后马六甲呢，它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条步行街，就在这个就是沿河的那一段走完之后就可以马上看到一个步行街。那么这个步行街上面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当地的一些土特产也好啊，然后一些衣服各式各样的就是蛮有当地的那些文化的特点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地方蛮适合去逛一下的，因为就是很能体现那个南洋的步行街的风格虽然也可能会有点拥挤，但是挺有那种烟火气息的吧。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做了一些小吃，嗯、但是特别感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依然在做的一个比较正宗的家乡的这种小吃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他家乡的一些，比如说来自广东、来自福建的啊这些人，他们还在做一些蛮地道的这个福建小吃广东小吃就是而且是很正宗的那种，因为就是你现在就算回到他们的家乡，如果你不会去找的话，也许还吃不到这种小吃。当然，就是如果你是正宗的福建人啊、广东人啊，你就可以知道说他那个东西确实是蛮正宗的，或者起码他们把这个东西延续下来了，所以这一点确实蛮感慨的。嗯，倒不一定说是现在的马来西亚人，而是说他们祖祖辈辈有的人早些到达这个地方，比如说在嗯明末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比如说跟郑成功，不是郑成功，是郑和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一起下来的。那也有是清初的也有是啊、清末的，甚至民国时代的啊、下南洋的这些人的后代。他们一代一代人的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融合到这个当地的文化里面，但是同时他们也延续了自己的文化特点就是不管是就是生活的习惯，还是一些饮食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一些小吃就是很地道的小吃，甚至它的名字依然是就是福建广东当地的叫法是比较传统的叫法，对，所以也很难得，对吧？在海外这么远的地方，然后这么多的人，他们依然能够延续自己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当时点了一个东西吃，然后跟老板聊了一下，那个老板呢，他说他是福建人的后代，就是他的爷爷还是哪一代人，就是下了南洋，然后就在南洋扎根了。然后嗯，他做的就是一些传统的福建小吃，然后边上也有几个讲着这个闽南话的顾客，我想他应该是这个马来西亚当地人应该是马六甲的当地人，那是一个小店不是在主街上面，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当地人会去那边吃然后对他们依然还在用就是所谓的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在交流，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语言它依然能够保留下来，而且语言其实本身就承载了很多的生活的一些细节、习惯、文化各个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蛮震撼的，就是你看，这就穿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光，然后他们依然能够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地方，呃，当然我不是说广东啊、福建，就是有些地方你甚至到原乡，你可能都没有那么能把那些文化很好的去传承更何况在遥远的地方它还有同时有其他的强势的文化并存的这个情况下，它依然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延续或者传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先辈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他们也很有意识去做这些事情，不会说就是好像会去摒弃这些东西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很多人都觉得他急于的去融入这个世界的大潮就要摒弃自己的东西，其实不对的。因为你摒弃了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在世界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到标签，找不到就是一个根、一个锚点。其实别人没办法去注意到你也没有办法去很清晰的去理解你那你也就产生不了很大的吸引力、文化的这样的东西你的优势就变得非常有限，因为你去学别人的，你再怎么学，你都比比如说你学英国的，你再怎么学，你其实都是一个次文化，就是你依然没办法像正宗的英国人那样去生活去理解他们的这个世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学，我们要学对，因为他们是现在的世界的强文化，所以这应该去学，但是你学这些强文化，不代表你要放弃你自己的根文化。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会有很好的融合。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日本，日本其实它本土的文化，其实它也保留得非常好但是并不影响它融入世界对世界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或者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反倒很多欧美人对日本还很尊重，包括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点。所以就是不代表你要强融，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去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很好的链接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他们具备这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的特色，有自己的吸引力，有自己的文化魅力，同时呢他们也可以接入这些世界的这些知识。你看，其实马来西亚的人的这个英语水平其实也不差，就是在整个亚洲我觉得都算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甚至我觉得比日本人的英语都要好。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具备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当然这些根基有前人留下的，也有现在的人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我很看好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个群体不是说其他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不敢说太多。但是就是单单我对马来西亚华人这个群体的了解，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潜力的也希望他们除了叫什么出走他乡求发展以外，也能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去发展就是为马来西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去努力，也希望
这片土地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奋斗，这个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我是觉得，希望我也祝愿就是未来这片土地能够去更多的去滋养在这边土地生活的人，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当然这需要各方的努力不仅仅是一个群体，它可能是要多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机遇也希望对马来西亚有个非常棒的发展然后说着说也就说到这边去了。然后呢，话说马六甲这边它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宗祠就是你可以在中国南方能够看到了一些宗祠，他们依然保留了很完整的宗祠的那种样式，然后包括也有人在里面做这个，我不知道在忙什么，可能就是一些事物的处理吧，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宗族文化的这种力量。也许在整个这个文化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宗族的力量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吧。我是这么认为因为很多时候中国南方的有宗族文化的这些人，他们其实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会把这个宗族文化作为凝结他们的一个纽带就是同根同宗的这样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到了全世界各地，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宗祠的地方都很有凝聚力当然并不是哪个地方他们都能够保留下这些东西，所以对这就是人类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文化精华吧从这一点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真是做得非常棒，然后就是我也大概了解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们表示尊重就是我觉得不要去那个用自己的这种现代的一些简单的思维模式去框定他们，我觉得他们依然是非常优秀的，然后他们做的东西是很有远见的，所以你可能历史再放长一些，我觉得慢慢的就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像很多就是很简单的这样思维模式的人会去过，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很棒，很尊重他们所以我感觉马六甲就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来自100年前几百年前这些华人先辈们的努力奋斗，还有一点点的其实也不是一点点的乡愁，所以就是五味杂陈，真的是。所以对我觉得马六甲包括对其他的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马六甲很值得大家去旅游慢慢的在那里去体验那种多文化的融合的那种感受，还有历史的那种风味吧。对好，我就聊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拜拜。